女人的想法有的时候啊，真的特别有意思哈。他们找对象的时候呢，会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选了半天啊，终于选到一个觉得比较合适的哈。但是谈起恋爱来，又事儿特别多。他们总是有一套逻辑，让男人很抓狂的。在他们脑子里啊，这些东西也是很多男人啊不愿意去追求女生的原因的。因为女生的逻辑哈，没有多少男人能完全读得懂的。比如说，他会觉得我不主动找你，那是因为我比较矜持嘛。但是如果你不主动找我，那肯定是在聊别的姑娘吧。我不打你的电话，那是因为我觉得你找我的时候，你自然会打给我呀。但是如果你不给我打电话，那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啊。那既然你不想我，那我还有必要给你打吗？啊，那你骂我的时候我不说话，那是我在给你面子呀。但是如果我说你的时候你不说话，那你就是在跟我冷暴力。不舍得给我花钱，那一定是不爱我呀。给我花钱没花到我那个标准上，那也是不爱我的。啊，我花你的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男人不就应该为自己的女人付出吗？要是一个男人花女人的钱，那不成了小白脸吃软饭了吗？男生最好是有钱有颜情商高，惯我宠我才是好男人。要是我生气了，我就不想告诉你原因，让你猜，你猜对了，你就是称职的男朋友。如果你猜的不对，那说明你从来对我就不上心，你连我为什么生气都不知道呀。哦，还有啊，我跟你提分手不过是给你个警告，该来认错了吧。可是如果你跟我提分手的话，那我就算不想分，我也会分的。你想让我低头啊，没门儿啊！他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呀？所以呢，同为女人，我想对这些小姐妹说一句良心话啊，用这样的逻辑谈恋爱真的会累死人的啊！男人真的不是神仙，他们猜不到你全部的心思的。你们不能用一个渣男的标准来要求一个老实的男生，他不可能那么懂你的啊！大家说对不对？咱们到评论区聊聊，你们怎么看？最近啊，有个小姐妹跟我说啊，她相亲相了3年了啊，都没有结果，她不想结婚了。她说现在的男人啊，好像都不想结婚，也都很不靠谱，自己一个人过也挺好的。确实啊，都说当下的男人不想结婚，有钱的呢，怕遇到图钱的，万一遇到个宅心心啊，命都没了。没钱的呢，谈不起恋爱也结不起婚，干脆躺平算了，自己挣钱自己花，他不香吗？而女人们呢，男人没钱啊，他们是瞧不起的。那有钱的男人呢，他们又 hold 不住人家，于是啊，在女人的群体当中就流行起来这么一些话：钱我可以自己挣，娃我可以自己生，姑奶奶找个男人添堵吗？算了吧啊，姐妹们，我们生活在现在的社会，自己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不需要依靠男人来完成任何事情。我们有工作有事业有父母和亲人，还可以生个自己的娃，人生也很完美啊。我们完全是独立的，可以不受任何人的摆布和利用，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且能过得很好。找个男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婚姻吗？为了爱情吗？为了经济吗？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了，对吧？我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自己可以创造家庭，并且呢，可以拥有自己的经济来源。而且呢，每个女性都可以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不需要依赖任何人，只需要你自己努力。未来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你可以随意在上面涂鸦、填充、改变，创造属于你自己的色彩和图案。只要你愿意付出努力和心血，就能让未来变得更美好。所以各位姐妹们，请放下那些束缚你们快乐和成长的枷锁啊，跨越那道门槛，去探索那个未知的新世界，相信自己，这样才能走在幸福和成功的路上。你们听到了这些话啊，作何感想呢？他们说的到底对不对呢？我一直都认为男女啊是这个世界上2种元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呢，女人就是男人的一只手臂，这2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婚姻是什么？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如果你选择一个伴侣，那么这个人生就有人可以跟你一起风雨同舟，一起克服困难，一起享受生活的富足，相互关心，相互体谅，相互鼓励。多一个人爱你，你就会多一份力量。只要你们少一些相互嫌弃啊，相互背叛呀，相互算计，相互抱怨啊，相互责怪啊，那2个人的幸福总是会比1个人的幸福更有意义一些的。大家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有一个单身小姐妹啊，被闺蜜告知啊，一起去聚个餐啊，介绍她认识个朋友，结果去了才知道是给她介绍男朋友。她眼前这个男人呢，要说从外表来看啊，真的不是她的菜。本身呢，相亲这种形式她就不太接受。于是呢，等闺蜜说临时有事先走一步之后啊，这俩人就心照不宣的聊了起来。女生呢，看到这位男士穿的衣服啊，也就200来块钱的 T 恤，
普普通通的，说话呢还有点腼腆，全身的装备加起来估计不到500块钱。他的内心啊莫名其妙的升起了一股厌烦，直接就说了啊，我觉得呀咱俩并不合适。男生就问他为啥呀？这还不了解呢，怎么就觉得不合适了呢？于是这个女生就说啊，像你这样的人啊太多了，追我的一大把，但是我们好像也并不是在一个层次的吧。于是男生就问他，那你是在什么层次的呢？女生就说自己啊是在外企做高管，年收入呢50多万，在北京是有房有车的。她表示她想找的男生绝对不是眼前这样的。男生这个时候就有些明白了啊，就顺着她说，那你是看不上我的长相吧？那好看的皮囊5、6个对象呢，招架得住吗？那些有趣的灵魂呢，人家又不找对象的。像我这种啊，能普普通通的好好过日子的人，真的是已经不好找了。这个女生就笑了啊，你可真逗啊！我要是找你这样的，那不早就结婚了吗？男生说，可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呀，你要想好了，到底选择在宝马车上哭呢，还是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呢？有多少女生啊选择在自行车上笑了，结果呀男人还是让她哭啊。所以这些女生才想，既然都一样，那还不如坐宝马车上哭呢，这才选择了宝马车。可是现在有一个让你在自行车上笑的人，你还不满足吗？女生就接过话来说啊，你开玩笑吧，我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在自行车上笑呀？我就不能选择在宝马车上笑吗？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宝马车，但是就你这个条件呀，就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我们真的不合适，我呢先走了。男士说啊，美女，那我懂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再走呗。你看啊，以前呢都是门当户对，条件好的呢找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找条件一般的，谁呢都不吃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对吧？而现在呢是条件一般的呢都想找条件好的，条件好的呢还是会选择条件好的，条件一般的呢还看不上条件一般的，他又够不着人家条件好的，又想舔条件好的，所以一个条件好的呢就找好几个对象，而条件一般的呢都找不到对象。你是属于哪一类呢？这个女生啊正想给这个男生发作啊怼回去，结果呢闺蜜的电话进来了，问她对这个男生印象怎么样。她说啊不怎么样啊，我遇到个屌丝，还责怪闺蜜的眼光太差了，怎么给自己介绍这种条件的男人，是不是故意戏弄她的？闺蜜说，你太没眼力劲儿了吧，这可是某集团公司继承人啊，别说人家一年挣多少，一年的花销都是你的几百倍。人家今天去参加了一个慈善活动啊，穿的普通了一些，也没有开车，你也太以貌取人了吧。嗨，我啊还特意的啊没有给你介绍他们家里的情况，怕你有压力，结果你怎么就搞成这样了呢？你们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女生是不是肠子都会悔青了呀？资本已经开始放弃中国女性了，为什么呢？因为女性对于资本而言已经逐渐没有作用了，因为现在的男人开始觉醒。听到这里啊，一些敏感脆弱的姑娘们又该生气了，别以为我在胡说啊，给你们制造焦虑。男人已经开始反抗了，越来越多的男人选择单身不结婚，他们不再愿意用金钱去追求女孩子，有些男人甚至就是单身不结婚作为反击。资本呢，它的核心就是赚钱，现在的情况很明显，资本呢迟早都会抛弃女性的，这个并不奇怪，姑娘们可能不太相信，你们可以来看一看今年的七夕啊，在各大带货主播的评论区里，简直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有一个男生留言说啊，去年的七夕他给他的对象转了520，结果人家连声谢谢都没说。那今年呢，他就什么都不表示了。我就问各位在直播间的男人们，如果是你在520的时候收到了520元，你有什么反应？评论区里边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在呼应他啊，那我会感觉自己很幸福啊，幸福的不得了啊。还有一个男人啊说，口罩的那3年，我和媳妇儿双双下岗啊，他在家里呢也没做什么，我呢为了养家糊口出去找各种兼职，我媳妇儿根本就理解不了这份辛苦，真事儿啊。他除了清明节不收礼物之外，其他的节日都必须有礼物的，仪式感必须有，没饭吃了都得有，每一次都要跟我天翻地覆的闹腾，而且还每一次都拿离婚来威胁我。最后呢，我真的是受够了太累了。这些被资本洗脑的爱情观，不知道作死了多少的家庭。后来我干脆同意离婚了，后半辈子我为自己活别提多惬意了。我的钱我花在自己身上不香吗？我取悦我自己不香吗？这样也算没有白来人间一趟吧。这些可能正是很多男生的辛酸写照。
你能听出点端倪了吗？我为什么说资本会放弃女生了呢？因为聪明的男生啊觉醒了，经济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男生赚的钱呀更愿意花在自己的身上，取悦自己，他们不再想去用钱取悦女人啊。婚姻作为女生敛财和跳跃的工具已经开始溃烂和被人放弃了，因为男生不再想配合了。根据数据统计，从2021年开始，中国单月消费1000元以上的男性数量已经远远超越女性的人数了。别看男生平时不怎么花钱啊，但是他们只要花起钱来都是大笔大笔的钱，几十万买个车，5、6万买个滑雪板啊，上万的钱给自己的游戏充币啊，改装一下车，去世界各地滑雪，到各大海洋潜水。其实男生们一直不缺钱，只是呢之前为了追求女性而低下了身段而已。那现在他们开始觉醒了啊，好好的爱自己吧，取悦自己吧，不再维持金钱恋爱了。所以这些活不起的姑娘们啊，再想用钱来考验男生的真心啊，已经开始行不通了。咱们还是认认真真的谈恋爱好吗？以后啊，从男人这里捞钱的机会啊，可能只能碰运气了。大家觉得我分析的对吗？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哦。天天啊，我这儿都有来许愿的人，天天啊都有那些大白天梦游的人，做着梦啊就飘过来了啊。他们真的是把我这当寺院了。之前呢有一个40岁的博士后女士啊，要找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不接受个子太矮长得太丑的，不接受离异带孩子的，不接受体制内的啊，嫌弃人家挣得太少了。他呀还是个丁克，不喜欢孩子，更不想生孩子。我记得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啊，我明确的跟他说，跟你年龄相仿的成功人士，40多岁的男人正是男人的黄金年龄，人家还那么优秀的话啊，是不可能找你的。有大把的30岁以下的女生愿意跟他结婚，给他生孩子。你呢，年龄已经这么大了，就这一项都不在人家的选择范围内，更何况你还是个丁克，不想生孩子。也就是说，你想让一个成功的优秀男士娶你回去啊，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呢，你花着他的钱，过着他给你的贵妇生活，但是你还不想给人家生个孩子。更何况啊，这一类优秀男人啊，没有几个不想要孩子的，要不然他的财富和优秀基因怎么传承下去呢？你这是在挑战人性，知道吗？所以你这个想法完全不靠谱啊！结果他就很不服气啊，起来反驳我啊，说那不一定啊，我也优秀啊，我也有优秀的基因啊，有几个女生能读到我这个学历的？说明我的智商高啊，我有有趣的灵魂呐。那小姑娘多浅薄，大部分都是图她钱嘛。我不会啊，我肯定会成为她的精神伴侣啊。如果非要个孩子，我也能接受代孕。天哪！我当时就跟他说啊，亲爱的，门在那边，你出门右拐，走到路的尽头有一个寺院，你呢去烧个香许个愿行吧。啊，结果好吧，最近又来了一个啊，搞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啊，38岁的离异女，说自己是清华这个系统的啊，所以呢想要找一个清华的老师或者教授啥的啊，会比较有共同语言。自己呢是未婚，但是生育了一个男孩，已经有10岁了，然后呢希望对方有孩子，或者是不想要孩子。自己是不想再生了，这个年龄基本上只能做试管了啊，实在不想折腾。说自己的容貌保养的特别好啊，看上去只有25岁左右。我真的是服了啊！38岁了还生活在美颜相机里，咱能不能用原相机拍出来看一看真实的自己啊？他的择偶范围啊，只限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他还说他自己啊，其实有一个公司啊，很多业务呢，很多时候啊都要跟这些人打交道的。可是因为都是业务关系嘛，所以就不太方便啊谈这个个人感情。所以希望通过我啊，那这位我也立马就拒绝了啊。我就跟他说，你天天都在接触这些人，你都成不了，那你来我这里就能成吗？脑子是不是撞坏了？你们说啊，咋想的呢？这些人，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啊，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啊，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1线城市本地人啊，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啊，真是还不赖啊，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呐，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呀离婚了啊。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啊。2个人没有多久啊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
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啊。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啊。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她眼看着这婚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他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啊，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他说呀，要不然亲不下去嘴呀。第三啊，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儿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啊。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据统计，有80%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又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他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他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虽然你是公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最近把他拉黑了。2周前，这姑娘跟男孩见面以后双方都很满意的，他们2个都是富二代，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然后呢，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就开始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在餐厅，女孩呢路上有点堵，迟到了1个多小时。半途的时候，男孩就问她到哪儿了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个多小时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对吗？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反而责问男生说：“我在路上开着车呢，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不停地催我呀？”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这一顿饭吃下来，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那所以对她呢照顾有加，细心体贴。于是呢，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对女孩的印象却有些减分了他不但迟到了不道歉，好像男生等他也是应该的。而且呢，这顿饭的中间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他的喜好，而他呢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第2次约会呢，2个人是去看电影，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结果临到要开演了，突然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要不要换一个？男生呢又跟他重新挑选2个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看什么。在电影院里边呢，中途男生口渴了，顺手去拿旁边的矿泉水，因为太黑了看不清，结果呢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这个女孩快速的抽离了，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干嘛呀？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男生很尴尬因为在电影院里他又不方便解释，心情被弄得很糟。回家以后男生已经开始有点下头了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太大了真的是不招人喜欢。可能呢是从小到大被骄纵惯了。那第3次的约会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女孩说要约周日周6她有事儿，结果男生呢把时间弄错了把周日呢安排出去了。这下又惹怒了公主他对男生说：“你对我说的话怎么就一点都不上心呢？
啊，你到底能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男生说啊，那我以后就认真听你说话好吧。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啊，结果这句话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就是在怼她啊。她马上就回应男生啊，说看来你适合找那种舔着你的女生，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啊，嘴也很甜。于是两个人啊就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啊，就这么吵起来了。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你要是不会说话啊，可以少说，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随意更改啊，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也不懂得赞美别人，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放大矛盾点，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说完之后呢等这个姑娘啊打了一长串文字啊发过去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这个时候啊，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啊，哎呀，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简直太膨胀了，看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啊，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他们也不想一想，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生活圈子里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你们觉得啊，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啊，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10年前，男的28岁，女的26岁，他俩相亲最后没成，因为女的漂亮能干学历高，所以他那个找对象的眼光也拔得很高。男的呢长得很帅气，学历呢也不错，但是就是事业平平，没什么钱。男的看上了这个女的，追了3个月，最后女的权衡利弊，还是放弃了这个男的。5年之后呢，女的找了一个老板啊，过上了老板娘的生活。男的呢，放弃了朝9晚5的工作，开始自己创业。经过几年的努力，从一开始的一无所有，逐渐做成了一个拥有200名员工的大老板。女人嫁给有钱人之后，不再上进努力了，也不出去上班了，靠老公养着。一开始呢，还过得很富裕，生活质量也很高。她对自己的选择非常的满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老公的生意这几年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一败涂地，公司已经面临着倒闭的危险，老公已经负债累累。她看着自己的靠山啊，快要靠不住了啊，也出去找过工作，可是呢，因为太久没有上班了，已经跟社会脱节，啥也不会了。找份好的工作简直太难了，于是她一边打工一边盘算着是不是该重新打算一下了。今年啊，她就跟老公提出了离婚。那这种女人她真的是非常现实的，无情的可怕。只要男人啊你没有钱了啊，她立马呀就抛弃你。离婚之后呢，她就马上开始张罗着再给自己啊找个对象结婚。不过这个时候啊，她的要求并没有一丝丝的降低。在我们这里来的时候，看了几十个男士的资料之后啊，才选出来几个。这几个人啊都是老板级别的男人啊，个个都非常优秀。可是有趣的事情就来了，几个男士当中只有一位同意跟他见个面。女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0年之后她又跟当初那个被她看不起的穷男人面对面的相亲了。这一次坐下来呢，极其尴尬啊。她得知男人用的是化名，才明白自己为什么觉得很眼熟，但是却没有认出来。他们彼此寒暄之后呢，简单聊了聊这些年的生活。女的呢，得知现在男的身价已经是一个很高量级的时候，有点迫不及待地表白了自己的心意，说那个时候啊就觉得他特别的优秀啊，自己看走了眼之类的话。男的其实明白他的意思，他对女的说，你找老公的标准一直没变呀，你还是喜欢有钱的但是你已经没戏了。而我的标准呢也一直没有变，我仍然喜欢年轻貌美的，并且呢我能实现。所以我今天来见你并不是跟你相亲的，更不是对你念念不忘的，我就是想过来告诉你2句话。第一呢，我非常感谢你当初的不嫁之恩，让我有了动力去创业挣钱，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第二呢，我很感谢我在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你这样的女人，让我非常明确自己要找的女人是什么样的。那句话说得很好，日落西山你不陪，东山再起你是谁？同甘共苦你不在，荣华富贵你不配。你们觉得这个男人做得对吗？我们到评论区聊一聊。